王野道长，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？这个劲力，8极拳。我从来就不会小瞧我的对手，所以王道长您也千万别小瞧我。确实，我的拳脚功夫不如您。不过王道长，您当真觉得凭仗着纯熟的太极功夫就能赢得了我吗？你会的可真多呀！艮字吞轮。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嘛，竟然完全扛不动，真是尴尬呀！砍字。怎么样了？这王道长我看着够呛，他一上来就强攻，跟他之前的比赛完全判若两人。他这么着急干嘛？哎呀！差点打到老天师啊！没关系，哎，老天师无所谓，比赛太精彩了。水汽能凝结成高速子弹，这诸葛家的武侯奇门着实厉害呀！这是把地盘八卦术发挥到了极致。卦象为水，五行属水，他这坎子一出啊，水弹就变成降雨了。那看来王爷要不了几招就得败下阵来。那可说不准。居然能挡住，那刚才为什么不挡？太极扬手。吞字土河车。流失。这个诸葛青也太厉害了吧！多谢你啊，诸葛青。要不是你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击我已经废了。不用客气，咱们又不是生死相搏。不过啊，王道长，你是有多瞧不起我呀？啊？其实你也是个术士，对吧？是我方二喽，诸葛青，你败过吗？如果不算和族中长辈练习的话，没有。那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失败吗？我指的是那种彻底否定你之前人生的失败。既然大家都是术士，就没必要像其他人斗得那么辛苦。我给你时间，你所谓的趋吉避凶，该怎么选？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真让人意外啊！术士就要顺势而为。诸葛青，我没有半点侮辱你的意思，这话我只说一次。
回去吧，诸葛青，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有结论了吗？王道长，我刚才给自己卜了一卦，居然只有4字的批语：飞蛾扑火。坤子，土火车。坤子，土火车。他在修为却使用坤子法，居然远胜我用的法术，找不到任何破绽。李子，司令，训子，相谈功德。看见了吧？用火来攻击树，不对，你说反而越长越密。不对，是用树来挡火。不对，不可能，这不是奇门法术。不可能，就算是再强的奇门使用者，也不可能不遵循生克之理。诸葛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此打住吧。你不是看到自己的卦象了吗？王道长，或许我逃不过这一败的命运，或许这一败会击碎我所有的尊严，但有些事情对于一个术士来说，比尊严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真相。就算要败，我也一定要知道自己败给什么样的力量。是奇门显象心法，此心法的使用者感官会得到全面的提升，并且能看见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事物本质。他们是在斗法，斗得旗鼓相当啊！旗鼓相当，你们别开玩笑了。哥在坤土位的土合车被其他位置的土合车压制了，正在离火位的试验居然被不习的法术克制了。奇门显象心法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继续了，你们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。我不想看到你惨败的样子。来吧，王道长，让我看看你都做了什么。对字，黑琉璃。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瞬移？这不是我姐的招吗？怎么诸葛青也会啊？这个是王道士用的，诸葛青被他控制了。淡中大学受制，这就够了吧？我输了。
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，他就认输了。这个王爷居然用术把诸葛瑾克得死死的。你要说术法，这世上还有能超越诸葛家的吗？神龙浮屠出洛水，彩凤仙术碧云里，因命封后演成文，秦门遁甲从此始。老陆，虽然没什么人亲眼见过，但是8奇迹中确实有一个封后奇门。幸亏咱没离开龙虎山，没看到传说中的气体源流，却看到了封后奇门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诸葛青，快停下！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你听见没有？我原本只打算卜卦个大概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我不是不能接受失败，但就算我要死了，我也不能败得这么不明不白的。罪过！各位祖师三上，弟子不该口出秽语啊！罪过！你丫头逼着舒大人说脏话了！你！算了，本就不该来，来了清静日子也就到头了。诸葛青，你看好了。果然，你也是个奇门术士。诸葛青，之前你确实方寸乱了。既然知道我是个术士，为什么注意力还只集中在我身上？好好看看这一局。这一局怎么了？这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局。懂了吗？和其他术士踏方位寻吉凶不同，身在这个奇门局中，我即是方位，我即是吉凶，时间、空间、4盘的生克，都由我来制定。刚才的比赛中，我虽然没有与你近身，但因为空间受我控制，你的位置也受我控制，我在任何空间都可以接触到你，直击你的要害。随意的波动棋盘格局，4盘的格局是时间来制定的。你怎么可能操纵时间？为什么不能？时间就是计算万物变化的计量单位而已。对于一个没有变化的人而言，时间也就没有意义。操纵了万物的变化，就等于操纵了时间。我能操纵的，就是这奇门局中的变化。现在开始，这里的引力已经变得和阵外不同。它让小石头落地的时间将会是1分钟。是不是感到有些热了？风向也有些变化。因为现在虽然是谷雨，但这局中的温度和湿度都被我改成了大暑。你说术士就是趋吉避凶、被天理束缚的人，这话有理，但不全对。你以为你先祖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最伟大的艺人？作为一个修为极高的术士，他会不知道皇室衰微，他会不知道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道理。真要是趋吉避凶，就该在故土好好待着。以他的修为，想必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可他却放弃了作为一个修者该坚守的一切，就算逆大势而行，也要投身到乱世当中。只为了去救那个明知已无可救药的天下，为了那个天下，情愿去和天理、和大势对抗。
明知不可为而为，这就是他那个级别的术士作为。若是一味的趋吉避凶，顺势而为，被天理束缚，那又何必去明理？反正不管懂不懂那规则，反正你我都和一般人一样被束缚着，不是吗？其他艺人都是因为自身过失才止步不前，前辈武侯却因为放不下天下苍生才没能更进一步。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。在我心目中，他和吕祖、三丰真人这些传说中已经羽化的祖师一样，是我最敬佩的前辈。败了，彻底败了。王道长，我认输。王爷对诸葛青，胜者王爷。恭喜王爷！王道长，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刚才的那个术法，到底叫什么？跟你说够多了，别不知足啊！想知道你可以自己算呢。再找死我可不拦你啊！没想到武当山还有这号人物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？这件事你来办，把这个王爷拉到我们天下会。楚岚，看来你下一场的对手就是王爷了。别呀，100个我也不可能打过他呀。爸，这个人实力这么强，我打也打不过他，总不能硬拉吧？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所有人都可以明码标价，只要你知道他想要什么。可是我也不了解他呀。动动你的脑子，出家人最缺什么？当然是钱。有钱谁还出家呀？哦。怎么了，宝宝？阿南，啥？第一场，风沙燕对贾正亮，请选手入场。喂，儿子。哎呀妈，你真会挑时间。你说这一天你也不来个电话。哎呀，吃饭嘛，别光吃肉啊。哎呀，我每天都吃水果，菜也吃，没光吃肉。那营养要均衡，搭配着来，知道吧？别光吃肉，记住啊！没光吃肉。还有，你记得千万别用酒店的牙刷，那不干净。哎呀，我没用酒店牙刷。妈，你得是感觉没有你，我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哎呀，我不放心。啥？你说啥？可以开始了吗？这场速战速决，让我爸看见我真正的实力。你说说，你真没出过远门，我都白心思了。你一天吃饭不下饭的吗？磨磨唧唧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你想玩死我是吗？你揍我不要紧，你别打坏我电话呀！你知不知道我这样莫名其妙挂断电话，我妈会瞎琢磨的。她会想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，或者有事儿瞒着她。总之，只要我不在她身边，她就一定不会往好处想。电话。你有病吧？谁打比赛带电话的？我就会啊！如果我没有接到我妈电话，她就会以为我出事儿了。算了。那个哪位，你们谁有电话借我用一下？你们哪位谁手机借我用一下呀？啊！贾家的小子，哎，谢谢。接着，
谢谢叔。不客气。哎妈！哎呀，儿子呀，咋就断了嘛？你咋回事啊？你在比赛了？是。大比赛保上着自己啊，小心疼。啊，你就别啰嗦了，人等着比赛呢。比赛马上开始了。是。对手强吗？不好对付，是个女子。漂亮吗？那你把电话给人家，没准能给你搞定亲事。哎，这不行啊，哪儿的事？我都多大了，还有你托付？儿子，听话。哎呀，我不是2岁了，我都20多岁了。哎呀，是个机会嘛。好嘛。夏天你赶紧嘛，赶紧，可你把他。啊，那个，我妈有几句话要跟你托付。啊？怎么谈上恋爱了？这是。喂，女子啊，我是亮亮他妈。您好，伯母。你有男朋友没有啊？觉得我儿子怎么样？虽然有点不听话。是呀，男孩子们都比较晚熟，估计还没过叛逆期呢。哎呀，是呀，不过我儿子其他方面还是很优秀的，考虑一下嘛。快点比赛结束，来我们家加村啊！好的，伯母。你妈让我全力把你打废，好让你早点回家。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我好不容易出来闯一闯。乖儿子，听话啊！咱让着这姑娘展现一下绅士风度，打动这姑娘，早点带她回家。哎呀，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记着你这报仇大力啊！啊！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磨蹭那么久，你也该认输了吧？你相亲对象还等着你呢。我们就这么回去了。明明下一场就是跟那个冯宝宝上哥哥的场。如果你真那么想找冯宝宝算账，那干劲会更足才对。这2个家伙都够难缠的，不过还算不上没胜算。宝姐，你真的能神不知鬼不觉，不动任何娄子？这类业务干多少回了，那就不用操心了。那你就受累，虽然有点不厚道，那就让王道长先来坑里待一段时间吧。包在我身上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不看他们比赛了？他们谁赢了谁跟你打呀？他们谁赢了都可以，反正都打不过我。我要找王爷去了。确实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所有都听父母的，看上去不够威风帅气。但如果父母足够优秀的话，未尝不是一种省心的活法。毕竟他们所有能力都在你我之上，顺着他们的路走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所以听伯母的话。至于冯宝宝那个家伙，我会替你收拾。冯小姐，我实在不想对你这样的女孩下重手，不过作为女孩来说，把我伤到这个份上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下一场就是那个冯宝宝，我一定要亲自对上。我跟你说过，冯宝宝是我的猎物，别和我争。哎呦呵，这小姑娘太厉害了！我姐这是跟那个贾振亮杠上了，之前从来没有见她这么认真。了不起，冯小姐，3对3，我还是第一次用上全部12把飞刀。看来你是死活不打算听伯母的话回家了，是吧？刚才一直扯了些有的没的，怠慢了。
对不起。我之前也有些怠慢，抱歉。拿着我的刀，还想伤我？沙叶，差不多都行了啊。你爸都发话了，赶紧认输吧。认输？说早了吧？爸，这次我不会听你的，我绝不认输。这场比赛简直是值回票价呀！全攻全守，毫无保留，真是酣畅淋漓呀！今天两个人有一种赌上一切都不想输给对方的感觉。看来，今天两个人不倒下一个，是不会结束的。沙叶，你看你爸都急成什么样了，认输吧。这是我的比赛，我说了算。继续。继续。把气脉放到这么大，应该在范围内能够更敏锐地感知飞刀的路径吧？那就来试一下，像包浆一样，在所有飞刀上裹上一层特殊的气，此时展现刀的摩擦力无限接近于零。接下来的招式可能不适合切磋使用。婆婆妈妈。贾家的小子听话，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杀人！同归于尽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你早该听你妈的话，回家的。你不是也没听你爸的话吗？你说这样下去，咱们谁输谁赢？何苦呢？赢了我，你下一场也打不了。那也是我赢。胜者封沙燕。真的是，我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把气散开了，是为了感知我飞刀的路线。原来我猜错了。其实你可以调节空间的吧？最后我的飞刀速度很快，而你没有躲。其实有几把刀通过你调节的空间直接攻向了我。你手掌挥过的地方就是空间的入口，在被你气笼罩的空间，可以随意设置出口。
然后同时就出现在我身边，伤到了我，对吧？你还真是没有白挨打，这就是我宇宙迷的威力。不过我也就是运气好罢了。你飞刀的速度很快，没想到你会对我手下留情，我真的不太理解。就是觉得舍不得。你拿着我的刀，还想伤我？That break my heart. 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着我的依依睡觉觉。福生无量天尊呐！少废话，反正就是你孩子阿婷努力白费了。给我站住！江出兰，情况有变，王爷被几个人缠住了，要不要把他们全卖了？别跑！人呢？长牛鼻子人呢？跑这么快！往那边追！别跑！我去！这几个姐妹受什么的呀？好体力呀！追了我整整大半天，总算是清静了。姐，我来看你了。心疼，你怎么来了？龙虎山资源这么紧张吗？你俩开1000房啊？哎呦，冯小姐，你伤没事吧？冯少爷愣着干嘛？快去把我带来的水果洗一下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洗吧。你想吃什么？问他。哎呀妈，我跟你说，12柄战线飞刀我一祭出来，我封建的女子是手忙脚乱。那当然，哎，你知道你儿那最是怜香惜玉，哪能真的对女子下重手吗？你啥，你真是。哦，那个，当然了，我最后就认输了啊，毕竟是女子嘛，啊。现在大佬都忙着巴结我就先挂了。算了，不用问他了。哎，别，我吹吹牛而已嘛，要不然我妈会不放心的。那个，我来吧。沙燕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老爸。青铜、楚岚都在哈。快恢复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冯会长啊，冯少爷今天白天可是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侥幸获胜。藏龙给星童开的胜率都已经超过张灵玉了，现在胜算可大了。今天居延潜象一出，大家都以为我是高手，但实际上我也没收集几位特别厉害的器灵。这位柳大爷，过几天我就要还回去了。冯会长，这没事儿。现在不是乱世了，除了玄信那些疯子，没人会那么无法无天。星童施展居延潜将是我准许的，陆老不是也拿出通天路了吗？这个时代，8奇迹没必要躲躲藏藏的了。总之，
星通这次干得不错，谢爸。舒兰，明天的比赛有底儿吧？那个王爷可是完胜朱国清的人呐。副会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个事儿，我先打个电话。汪洋变大魔转溜溜，那么尖，狗呀哈利呀，跳蛋北米下溜走啊。王二爷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搞定了吗？都这个点了。放心吧，放肆你明天看不到他。这坑是给我准备的吗？没人是不对的，咱有事好商量啊。你咋还倒水呢？水跟土调和到一定的比例，泥巴会完全调和身体曲线，特别巴适。而且和过水的土会产生一种吸力，会卸掉两种奇怪的静力。只要太极吧，反正就没法钻出来了。我去，你这个材料了？没啥子，为手术儿。我再调整高度，把你脑壳露出来。真是麻烦呢。看来我得开个蟠桃托了。举起，乱进。不好意思啊，萝卜吃多了。乱进吐。咋回事？感觉刚刚怪怪的。这样下溜走。正字，地楼有。Well, ho. 我的车。哎，谢了，妹子，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啊。Always 我去，这啥功夫啊？乱金拓不管用，土货车也困不住，这倒霉玩意儿什么来头？这姐妹也太难缠了吧！钳子正人法，百花缭乱。差点不灵了！我可不会死，到时都不该下山。可惜了，师徒给我的就这么一个。唱不上。这下该可以了吧？老天师来看这场比赛，是因为张楚岚是他的徒孙。你们两个别的比赛不看，也专挑这场。
是不是武当山的小道士使了封后奇门，有人眼红了？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不止在座的各位，来这一人演武大会的，没有一个敢说自己不眼红的。要是张楚岚继承了他爷爷的气体源流，那今天可就是2大奇迹的正面对决了。武当王爷，请速速入场。王爷，听到请速速入场。哥，那个道士费劲巴拉赢了你，就这么拱手让给张楚岚了？他赢了我是真本事，后边他想赢想输，那是他的权利。宝宝呢？三儿，你还不明白？你看张楚岚那个贱嗖嗖的样，咱们宝儿姐肯定又接活了。宝儿姐果然给力啊！王爷缺席比赛，胜者。站不上，接！还来，大姐，你除了买我，脑子里还有点别的事儿吗？你看看这是哪儿？选手已经到场，小姑娘，请离开场地。张楚岚，我可咋了？没事，宝儿姐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一开始我以为他也是诸葛青的脑残粉，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后来我发现，他跟你一样都穿着哪儿都通的工作服，原来他是你打手啊！行啊，张楚岚，孙子，你挺会玩啊！王爷，我们可以暂缓这场比试。你有什么隐情，尽管说，天师府会为你主持公道。没事儿，就这么比吧。好，开始比赛。给我弄点吃的吧，折腾一晚上了，我快饿死了。我这好几天都没吃馒头了。你小子让人揍傻了，这什么场合？如果你不打算追究刚才的事儿，赶快比赛，比完再说。是比呀，这一人演武大会也没说非得比打架呀。咱都是道士，又不是战士，我跟这货比谁能吃，不行吗？得嘞，老天师，我这就回去跟太师爷说去，武当弟子在龙虎山不管饭。荣生，别跟这小毛头磨叽了，整盘都没有，塞饱的，省得回去跟他老头告我的状。是，得您受累，照我这样也给张楚岚来一份。别愣着，吃，不然我一掌震死你。好嘞。难得呀，宝宝，没想到你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人宝宝都搞不定，张爽这下危险了。宝宝，想什么呢？有工作流程需要改进，敲晕之后要先想办法令其的运行一并封住，再下手卖。好了，别光想着卖人了，赶紧去换身衣服吧。啊？王道长，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来龙虎山呢？听风吟。问得好，我为什么来的？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张楚岚，你知道占卜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不知道。先告诉你一个基本观念：
过去无可挽回，未来可以改变。实际上，再牛的术士，也占卜不出过去的事儿。能够测算的只有几种未来的可能，即便是这样，也算是天理难容。所以，占卜与术士自身无异。至于有多大的损伤嘛，那就要看你算出的信息对于世界的改变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比如我算出下棋双色球的号码，损伤就微乎其微，因为这只是改变了世界中某个暴发户的人选。可是之前，我在武当算了算这次大会和关于你的事儿，只是了解了一个模糊的大概，我差点死了。唉，其实你们怎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世道再坏，我也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独善其身。所以其实我不该来的，可我为什么要来了呢？大致原因有2个：一，我不来，老天师和天师府的声誉会严重受损。老天师也是我敬仰前辈，这我不想。2，我来，是给你多一个选择，一个放弃的选择。放弃？你是让我放弃继承天师度吗？不，大会的事儿，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我给你提供的选择是放弃追求真相，那样你就会得到你最想要的。别逗了，王道长，追求真相有什么不好？那就是我最想要的。真相你确实很想要，车子、房子、女人你也想要，追求这些都无可厚非。不过一旦满足了其中某一项，人就会去追求下一项。所以不是欲望无法满足，而是可以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人才会忘记自己最想要什么。而我跟你说的，是一直求而不得，一旦得到，愿为了他舍弃一切的东西，那才配称为最想要。故作高深，咱俩根本就不是我最想要什么，不用你来告诉我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静矣。道长，这是什么？清净经，常清静矣，真好啊。说起来简单，哪那么容易做到？所以为了得到它，就必须放弃些什么。你的意思呢？我大概了解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继续追查下去，这个世界的未来很有可能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。道长，这个坏的未来影响的不只是我吧？咱俩非亲非故，你不会因为我来趟这趟浑水吧？王爷，你认识我？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了，我管它叫做命运的权重。这个世界没有一刻是静止的，个体变化的总和就是整个世界的变化。一块石头被风化了，改变了世界。我吃了几根咸菜，同样也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。然而，个体变化对于世界变化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有人殚精竭虑，却掀不起风浪；有人一念之差，却让世界天翻地覆。这就是命运权重比例不同。而你张楚岚，你这个人的权重比例很高，你的选择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道长，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：本身可以置身事外的你，却选择过来劝说我，你是不是也没有选择那个对你最好的未来？不要碰！记得阻止当年的我，不要让他
是啊，这事儿不用算我都知道，对我没有一丝好处。王爷，你当时给我揍他呀！我们不是来看你们聊天的。这种场合来吃饭聊天，顾本居然输给这种怪人。不只是我输了，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某启们输了。我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。怎么样，张楚岚，能选了吗？而且，是你给了我张楚岚这么多年没有过家的温暖。没事吧，阿姐？我有的，你也会有的。楚岚，你来参加艺人年末大会，能够帮到阿武找到过去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吃不下，就得硬吃了。为什么你在所有选择里选择了最烂的一个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自己扛。你知道是什么责任吗？你扛得起吗？我现在要做，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。对不起，辜负你一番好意，王道长。谈不上，我是来给你选择的，不能替你选。哎，王爷，你去哪儿？没看到那盘里的馒头吗？这小子已经赢了。早啊，各位。早啊。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，对吧？我们就是喝了个小酒，然后大家就睡觉了。对，娱乐无题而已。最后还说自己是什么小哪吒？你知道你昨天晚上毁了多少棵树吗？够了！那些树啊，够了！不要说了。行了，小伙儿，谁没年轻过？不过大老远跑来天师府发疯的，古往今来，你确实是第一人。宝阿姐，你不会骗我，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都看得很热闹，张楚岚，篝火晚会好好玩哦，今晚还有吗？张楚岚，侬一定会成为艺人界的一个神兽，我看好你哦。看好你啊！那你们昨天没有拍照对吧？妈，那哪能会做嘎缺德的事情？录了个像。小次了，
我杀了你啊！花儿姐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无法知识长出来了。花儿姐，不要理他，他已经记住了禁止杀的全部弹数，已经完全被弹数迷住了。张龙，你个小子，给我下来！下来，我弄死你！我上来，有本事你上来呀！我们是小哪吒嘛！你个小混蛋，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吧？一等你下来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！哎，那个对阵表好像出来了。本次演武大会8强晋级赛即将开始，请观赛人员尽快入座。你以为这样别人就认不出你了？老天师，啊，田老、陆老，早啊！冯会长好。哎，老天师，您这脸是怎么了？我最近啊，一直有意自创一门功夫，没想到昨夜行戏出点岔了，手阳明大肠经受阻，把脸给憋肿了。哈哈哈！见笑啊！您老好好休养啊，不打扰了。哎，好。冯宝宝对潇潇。天师他们怎么也来了？我前几天比赛他们都没来，今天专门来看宝儿姐比赛。难不成他们真的开始注意到宝宝了？我知道你是张楚岚的清道夫，不过这场你对上我，你的工作也该结束了。啥子意思？哼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嗝屁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醒气呀！怪不得叫醒气，跟擤鼻涕一样，太恶心了。醒气呢，它专攻人的元神，被击中会短暂失去作战能力，从而陷入险境。趁你病，要你命！老田啊，我考教考教你，场上这个小姑娘是什么路数，什么门派，师承哪家？我还真是瞧不出来了。你说那个姑娘的身法、动作乱七八糟啊，就她这么破绽百出，早就应该落败了。可是恰恰她只能在坚不容发的当口逃过决定性的一击。昨天出剑的时候，你没注意到她的眼睛？你再看看我的眼睛。哎呦，师兄啊，你的眼睛在哪儿呢？我根本就看不见呐！再少贫嘴，我把你从台上给扔下去。师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师兄近百年的精纯修为，早已经没有了一般练气之人的那种金光。你的眼睛啊，乍一看跟寻常人无异，只有一定修为的人才能够察觉到你的眼神之中笼罩着那种温润神采，这叫返璞归真，神盈内敛。你们刚才说那姑娘的眼神也达到了这种程度？她才多大年纪？所以我认为她是天生的气家根骨。从她刚才的身法来看，还没接受过任何训练，一切动作都是靠本能反应来的。而且谁说年轻就真的达不到神盈内敛的境界了吗？当年那个，你说那魔头啊，灵玉是我的关门弟子，看上场的小丫头，我都想重开山门了。别看见好苗子咱就眼馋。昨天我看见他，就发现了他的不寻常，这就派了下面人查了查，他可能是公司的临时工。临时工？临时工
对哪儿德通来说，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存在。七大区的临时工直接从属于大区负责人，游离于公司常规体系之外，是最不可控的一股力量。每个人都能力出众，身份隐秘，却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不靠近就好老实吧。大元气弹哈！这宝儿姐的绝招怎么这么多啊？宝宝，是时候传给你我的秘诀了。啊！对。看我元气大挪移！我都说了，没那么容易。每一种异能和招式都要经过自己独特的行气方式所成，就好比是程序，气是源代码。如果你不知道编程方式，你就根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程序。你要是真的想学远程攻击，我可以安排合适的人教你啊。不用了，我晓得毛病出在哪儿了。刚才的气放出的不够多而已。阿维斯巴斯。没事儿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还是只打得翻易拉罐哦。易拉罐？老天师，怎么回事？你把这个气啊当做黄金，两国交战就应该合理运用黄金。这丫头直接拿金砖拍对手，要是换做旁人，早就虚脱昏厥了。让你来尝尝这个。能会？他是发现行气的特点吗？越是金属效果越强，同时范围变小，越容易躲避。这个冯宝宝怎么能预测潇潇的全部动作？不是预测，他看穿了潇潇的每一次呼吸。就算潇潇想用假的呼吸动作来骗他也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醒气必须要用丹田来发力，喉头、胸腹、腰眼等处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哎，秦哥，如果你对上这个潇潇，肯定能轻松获胜吧？要用法术胜他不难，不过要在对阵的时候有着这份不动如山的专注，我做不到。再来！搞定。潇潇的元神飞灿了，这记醒气硬是让冯宝宝给按回体内爆法了。一帮没轻没重的小鬼，还好有老夫在场。别急，等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再下去也不迟。老天师，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？愣往回吸嘛，这丫头傻得真可爱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气到底能吸多长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下场了。别急。四盘合合阵，这是武侯家的四盘合合阵，这本是与人交手斗法中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。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给收回来？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！红宝宝，把你嘴里的吐给我！好歹是揉上了。胜者，冯宝宝。啊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王爷，冯宝宝，张灵玉，你还真没骗我。我诸葛家的人久不出来走动，看来有点成了井底之蛙了。二位，既然下场了，就别急着走了。下一场对阵，诸葛青对王野。啊，到咱们了呀！怎么样，王道长，动手吧？那就来吧。王道长的修为我很是钦佩，可惜啊，总是一副没干劲儿的样子。是啊，不过那也要分对什么人。